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白宫正在把对抗中国提升到最高级别。这是个结论是根据我们从白宫最近的一系列的行动分析的一个结论那个结论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个方面，白宫最近在做一个工作做一个什么工作？正在梳理所有的对华政策。梳理所有的对华政策把每一项对华政策有关的政策影响使用的资源，包括资金，全部梳理一遍。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变成一个报告，叫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纵览。这是谁在做呢？是这个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办公室，然后他还向所有的联邦政府机构提出一个要求。提出什么要求？递交这个资金数据报告这个资金数据报告呢，目的是要了解所有涉及对中国的项目所使用的资金。有些项目呢，我举一个例子在上一期的纾困措施里面，华为居然拿到了这个纾困措施的资金因为什么？因为就是不知道所以现在白宫呢就把这个向各个联邦政府机构，所有的联邦政府机构提出一个要求，把你们这个部门所有涉及中国的资金全部找出来，把项目找出来，把资金找出来，一项一项列出来，是对抗中共的，对抗中国的帮助中国的。以前有很多遗留的项目还在帮助中国的，比如说你前一阵子英国不是爆出来说，英国每年还要给中国资助援助3000万英镑资助，就是以前留下来的项目都压着仓，每个月都在发生，但是这个项目压在这个固执堆底下，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找出来，所有跟中国有关的项目。你看他找什么呢？就是有些项目呢，你看所有跟有关的支出的细节，包括对抗中国或者是支持中国的支出，目的是让决策者知道，在应对中国的时候，所有资金的去向，花了多少钱那么这份叫这个8月27号这一份叫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纵览，这份报告显示，这 OBM 要求美国政府机构提交跨部门的联邦资金数据，有关资金用于援助或者是支持中国，或者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对抗中国等等影响的都要列明。那么他说这个发言人讲，他说为了确保美国在跟中国抗衡的时候保持强大和优势的地位那么他提交的数据包括什么呢？第一，2019年和2020年已经立法的预算这是第一。第二，2021年川普预算提案和2022年政府机构预算申请这是第二个，就是即将发生的部分第三，有一些审查的项目要追溯10年要追溯10年的或者是更久的时间那他要看这个项目的背景和延续9月21号今天几号？今天是4号28号提出来9月21号8月27号提出来21号9月21号所有的部门要提交这个资金数据报告资金文件要求详细列明所有的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项目，还有就是包括对抗一带一路为中国军方行动设备基建项目提供融资
那么如果这些项目是涉及到打压中国关键行业科技实力的资金数据，它涉及的行业包括哪些呢？ 5G、无线电通讯、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网络安全、机器人、自动驾驶、生物科技、先进能源等。你可以看一下，在科技领域啊，美国是要在这些方面要打击中国的关键行业。那么还有一些整体上对中国的 GDP 或者科技实力有实际贡献的支出，就是你的这个支出会帮助中国的 GDP 成长，或者是帮助中国提高这个科技实力也要列出来啊。那么美国支持的国际组织的拨款，其中还包括美国支持的国际，就是你不直接给他，你拨给的国际组织或者是贷款给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再会做一些项目，就会帮助中国，实际帮助中国经济，或者帮助中国科技实力这是很全面的那么白宫希望收集美国政府专家提供科技帮助的支出，对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双边拨款，其他双边经济支持项目的情况，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调查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疾控中心，还有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在华项目的拨款数据这是一个，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项目全部梳理一遍，然后把资源重新进行调配，把那些该砍掉的项目全部要砍掉该放大的项目全部要放大，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动作。这叫什么？这叫资源重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个手法一看是什么？一看像谁的手法？这个手法一看就像是川普的手法。这只有商人才会干这种事情，官僚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官僚就是衡量一下，我做这件事情有好处，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我就先放在这，我去做一些有好处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它一定是川普提出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行为，就是什么？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提高资金的，你联邦政府手上有这么多的预算那么这些预算资金的去向要搞清楚，哪些做对了方向，哪些做错了方向，做错的方向把它停下来，做对的把做错的资金放到哪里？放到做对的方向，把这个效应放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提高对抗层级。我们昨天说了昨天说了一个题目，讲的是习近平在抗战胜利75周年上面的讲话，提出了5个不答应5个不答应。5个不答应其实核心的议题是什么？其实核心的议题就是中共开始觉得美国在改变策略改变什么策略？改变对华策略。现在对华的与中国的对抗其实全部都转移到哪里了？转移到对中共的对抗，所以他有恐惧感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话题这实际上这个讲话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回应。但是呢，我今天为什么要做今天这个议题的原因是，大家可以把这两个视频结合来看，你就会知道，其实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已经来到了什么样的级别。就是说白宫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中国在做那个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是在不断的在升级的。双方的对抗，虽然我们最近没有看到很多实际的事件的发生，但是其实底下的这个对抗是在持续的升级的。昨天那个视频其实很重要也很关键，那么 YouTube 呢把我们的这个流量进行了限流，所以这个流量昨天关于习近平这个流量到现在为止还是个非常低的水平，说明什么？
说明平台在限流啊，平台限流。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请大家务必去看一下啊，务必去看一下这个视频，非常重要。那与此同时呢，美国的对抗还反映在什么？还反映在美国的对抗，还反映在它开始全面关闭对华的沟通渠道啊？为什么？我们之前讲过啊，就上个月的月中，大家记不记得？崔天凯出来说啊，说我们之间连对话都没有了啊。然后这个外交部副部长啊跑出来讲，我们现在是无线电静默，无线电静默就双方都不讲话了。他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其实他们在抱怨什么？抱怨外交渠道已经关掉啊，就是没事你别找我，我也不找你。然后呢，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呢就出台一个新的政策，限制中国的外交官的活动啊。这个限制已经限制的很厉害了，就是基本上这是跟什么有关系？我觉得跟这个关闭休斯顿总领馆是有关系的，就是美国开始要切断中国在美国的各种活动的渠道啊，活动的渠道。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大家没留意到，中国川普政府已经把有官方的沟通渠道，其实就是外交部啊和中国外交部之间的官事，我们叫官事的沟通渠道啊。另外一块，在这个沟通下面有一大票什么呢？对话机制。其实很多正式的官方的对话机制。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这种对话机制就是奥巴马时代留下来的对话机制有多少个？有100个。所以你可以看，中国在美国身上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这100个官方的对话机制，好了，除了这个官方的对话机制，下面还有一大票什么东西？就是各种协会啊，各种协会搞的各种论坛啊，就是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啊，就这些论坛又在搞。然后再往下面还有一层，哪一层？就是什么同乡会啊、同学会啊，各种民间组织。其实这全是中共对美国做工作的这个架构啊。你可以看这个架构是个这样，最上面是外交部或者是外事办，外交部外事办，这是2个口，一个口是国务院的口，一个是中共中央的口，然后对口对着哪？对着美国国务院。下面有一个100个左右的这样的官方的对话机制啊，进行议题。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呢？中美商贸联席会议啊，叫中美商贸联席会议，英文叫 JCCT。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之前非常重要，中美之间的这个商贸的联系。这个商贸联系它下面有16个工作组，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核心的官方交流平台。它下面有16个工作小组，这16个工作小组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口进行讨论，进行专题讨论。比如说我讲关税问题，好，我们有个关税小组，这个关税小组提出的一些问题，然后上升到这个平台双方进行沟通。平台双方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如果需要再上升到中国的商务部、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它是一个这样的机制，这样上去的啊。就是这个官方的沟通平台是很重要的。下面呢就是什么？再往下面呢就是半官方的机构。中国就养了大量的人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渗透。下面这2个是渗透，上面是个正式的对话，酝酿议题的对话。因为所有的对话其实都是在酝酿政策，酝酿话题，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政策，再到这个政府部门来谈。
所以其实你看，中国在做对美的工作当中，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金字塔啊，庞大的金字塔。川普总统现在干了什么事？第一个，把上面的这个外交部啊，就是美国国务院啊，对中国的门，啪关上了，根本不能往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下面的100个官方的这种沟通平台，什么论坛啊，什么对话机制啊等等，这些全部停掉，全部停掉啊！一口气把它全部停掉。现在这个层面已经全部停下来，全部停下来了啊！就是一大票吃这些饭的人已经没饭吃了啊，这是一块。然后中间这个所谓的半官方的机构，因为上面这个停，其实下面这个半官方机构的工作是为了中间这一层运作的。那上面这个运作一停，下面这个全部都得停。再下面这个就跟什么有关系了？就是我们说同乡会各种机构，那跟情报工作有关系，跟社区渗透有关系。那么随着休斯顿的这个总领馆的关闭啊，那实际上下面这一层已经开始不做，没办法动了。所以你可以看整个的美国的策略是什么？美国的策略就是让你在美国没有办法动起来，你原来做的所有的行为都要停下来。关闭休斯顿总领馆，其实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其中有一个核心的议题，核心的指向是什么？其中一个核心的指向就是要求中国，你把在美国的这个情报机构要停下来啊！这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双指向的行为。第一个指向什么？第一个指向就是我们之间关系已经差到了已经我不想理你的地步，这是一个指向，就是让双方的对抗层级往上升，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把过去20年、30年你在美国做的这些事情全部给我停下来，不可以再做了，不可以再做。当然，主要是3件事。第一个，知识产权，偷情报你也得偷情报、偷这叫知识产权，你还有个传递机制吧？你把文件啪啪啪拍了以后，你不可能从网上传出去吧？你肯定得交情报出去吧？那你就有人交接吧？你交接要有平台吧？那你不可能要求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把他的在研究实验室拿到的情报，或者是我们叫科研成果送到大使馆来吧？你肯定得派人去那边取吧？是不是？那送去大使馆不是太危险了？你现在规定，你现在使领馆人员你要去学校、科研机构跟中国的政府部门跟美国地方政府的官员见面，写报告来，批准了才能做，没批准不能去，那你这个渠道不就切断了吗？它其实是它的整个的战略是什么？它的整个战略就是让你停下来。停下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全部失效，你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个这个金字塔就废掉了。抓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整个事情停下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其实是在呼应昨天我们的视频，就是说你看中美之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场贸易战啊，这场贸易战其实是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的不满啊。美国不满什么不满？就是你对我不好。其实用川普的话讲，你对我很差，这些年来你对我都不好，占我便宜，老占我便宜，欺负我，这是反映了这种情绪。然后在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美国人就开始发现，他不仅仅在经济上是这样，但在政治上也是这样，在知识产权上也是这样，很多层面，开始这些问题是开始发酵。这就是美国政治的玩法，他不会一下子把东西全部搬出来说我要跟你翻脸，不会的，
他慢慢的把这些新闻，慢慢的把这个事件慢慢的扩大延伸，最后被大众接受。其实现在美国大众接受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很清楚了，中国对美国有威胁。这是一个逐步延伸的一个过程，从深度、广度、高度开始延伸到这个层面。那你想一下，白宫现在做的这个动作，什么动作？就是把我们现在的政府部门的支出，你把所有跟中国有关的钱全部给我列出来，所有的项目全部列出来，各个部门全部给我整。你看一下这个数字，肯定非常庞大，一定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然后我们再梳理一遍，梳理哪些符合我们现在的政策方向，增加预算，哪些和我们现在的政策背道而驰。我明明是要打击他，你这还给他资助，还给他融资，怎么行？咔，停掉。那把这个钱拿到别的地方去用，等等，开始把这个梳理一遍。他的目的是什么？强化对华政策的力度，就是其实是什么？用中共的逻辑是什么？这叫齐抓共管。这在美国来说是叫什么？美国有个词叫全政府啊，或者叫all government， 就是我政府部门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政策方向都是这件事情。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把对抗中国作为已经提升到了它最高层级的这个政策水平，最高层级的政策水平。所以当然美国不是个全能性的政府啊，它跟中国政府不一样。中国政府有一个特点，它的政策特点是什么？中国政府它作为一个独裁政府，它不需要考虑民意，但它也不需要考虑这个反对意见。他把这个政策一定啊，我们今天要做这件事情，他所有的部门都会把其他的预算砍掉，放到这件事情上来啊，甚至很多很关键性的预算他都可以砍掉，就放到这些。所以这件事情的这个政策的效果就会放大的非常大。这叫什么？这在中国叫齐抓共管，或者是九龙治水，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所有的政府部门会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一个焦点上，当然前提是这件事情就会马上见效。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其他事情全掉地上了，因为你没有预算，或者是注意力不放在上面。你知道中国的系统本来就是很烂的系统，你要是领导不把注意力放在上面，这其他的事情肯定掉地上。中国的治理水平低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想做的事情是能做成，这个没错。所以什么叫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就是举国做一件事情，然后放弃其他的事情。但他只说我做成了这件事情，他不说我放弃了其他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举国体制。其实是最有欺骗性的是，他用一栋大楼盖住了后面所有的叫什么贫民窟，就这个意思啊。那么美国不可以这样，美国不是一个独裁政权，它需要什么呢？我在集中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其他事情也要做得很好。所以呢，他的做法是什么？你看白宫的做法是什么？我把所有的政策全部拉出来，看一下，梳理一下，哪些政策跟我现有的政策对抗，砍掉它。把资源集中在我认为最有效率的几个核心项目和政策上面，这样的话资金效率就会更高，效果会更明显。然后这个是当然他这种做法仍然不比没有中共那么好，但是它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其他的事情不会掉地上。这就是一个民选的政府跟一个独裁政府他在做一件事情上的不同。那么其实中美之间的对抗其实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什么？一个层面是事件层面上，就是你可以看美国搞在各个事件上面，比如说香港议题、台湾议题、南海议题军事等等一系列，新疆议题、西藏议题
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当中，这是事件层面，这对抗当中事件层面是大家新闻看得到的，但是其实事件后面是什么？事件后面其实是竞争力的对抗，就是两个国家在各个层面进行竞争力的对抗。这种竞争力的对抗包含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提升我自己，把我自己实力提升。第二个动作就是抑制对方，就是我要把自己的实力提升，同时把对方的实力打下去。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啊，就是说美国在科技领域就是采取一系列的打压措施，它集中在哪些领域？像 5G 啊、无线电啊、半导体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这些核心，他认为这些地方不能让中国出头，我在这里面必须有压倒性的优势，那他就会有很多政策来配套，针对这件事情，把钱放在这里面去，把预算放在这里面去。那另外一方面，我要想办法让我们在这些领域的优势提高。你比如说，能源部上个星期10亿美元建12个实验室，做的是什么？量子计算，就是在量子计算这件事情上，美国能源部投应该是6亿多啊，6亿多，然后再加上一些私人投资，他不会全部自己掏，他得让其他人掏一些，合在一起10亿美元，未来建12个实验室，做什么？量子计算。量子计算我必须在这方面保持优势。一方面打压，就是打压是什么？签证，它的签证政策，它的学术交流政策，它的等等等等，很多跟量子计算有关系的，包括芯片，包括等等制造，包括的这些全部放在一起，压制你，发展我自己，这就是实力啊，就是我们讲竞争状态。一个是事件的对抗状态，一个是实力的竞争状态，这两个东西同时在往上走，这就是中美之间这种对抗的态势啊。对抗的态势，如果你不能够只是在事件上面做的话，你后面这块没有的话，实际上你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不断的在纠缠事件。美中之间的对抗其实决定性的是什么？决定性的并不是事件，当然在事件是对抗的反应，但是实际上真正决定对抗的结果的是什么？是实力。我经常讲，在很多事情上，其实中美之间没仗可打，打不了，因为实力太悬殊。那为什么还会打？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美国没那么容易跟中国翻脸。为什么？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你跟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翻脸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你美国总统你怎么去说服他，说服美国人民？这个国家有14亿人口，我跟他打一仗行吗？不好打吧，这个仗不好打。那怎么办？实力碾压吧，我斗而不破吧。这基本的战略就是美国的战略就是斗而不破。我在各个领域里碾压你，遏制你，打击你，在事件中让你一直在忙活。其实美国推出的这一系列的事件是什么？就是让中共一直在忙活，疲于奔命。疲于奔命，在你在疲于奔命的时候，我还在强化我的优势，这就水平差很多了。你可以看中共现在什么情况，中共现在你看看王毅在欧洲什么情况，你就知道他其实中共现在的情况是两条，就是你通过昨天习近平的讲话，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第一条，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没有制定一个完整的方案，对抗的方案没有，基本上是这边来件事情应付这件事情，这边来件事情应付这件事，就是在前面这个层面跑来跑去啊，一直在奔忙解决现在
美国在世界上的给他们出的题目。后面这一头没有，完全没有啊，这一头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看啊，这第一个就是它没有完整的一个方案，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说呢？肉烂嘴还硬，就是嘴巴一定要硬。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真正能对抗的领域非常少，非常的少，而且这些领域都是类似玉石俱焚的那种对抗。就我举个例子啊，在中美之间的角力的这个领域当中，其中有一个中共现在做文章做的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哪个议题？香港议题啊，香港议题基本上，香港议题中共认为他自己控盘，因为我自己的地方啊，这个特首是我的人，特区政府我全部控制，这个警察全部控制啊，我已经控制住了这个局面，我控制住，我想干嘛干嘛。基本上，中国在香港议题上，他觉得他的控制力，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但是他忘记了一条，其实呢，美国现在是没有出政策，我估计它背后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要跟盟友协调啊，协调需要时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美国也在观察中国在这个对抗过程当中态度是什么态度。所以在香港议题上，其实美国出的政策，所有的政策都不是核心政策，都没有扔炸弹，都是打了几枪而已。但是其实对中国来说影响是很大的。你比如说制裁制裁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你看，如果他继续制裁下去，麻烦大了。他还没制裁机构呢，他制裁几家银行、几家金融机构，你看看，那肯定风声鹤唳啊！不用多，你制裁2家银行、1家金融机构，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的这个大概就塌了1/3了啊！就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美国不动，美国没有动，但中国以为他觉得可以控盘，他其实是虚假的。所以中美之间的实力是非常的悬殊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能够这个中共现在的形态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清朝。清朝时候，我忘记是谁说了啊，就这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官，西方列强的某一个外交官讲这个清政府，就是他能谈判的时候呢，他绝对不跟你谈。他有筹码，手上有筹码的时候，他绝对不跟你谈判，他就一味的蛮横。等他想跟你谈判的时候呢，他手上没有筹码了，他就跪在地上祈求。这就是当年清政府说无数的这个叫什么上权辱国、屈辱条约都是这么签出来的，原因就是这个。现在的中共的情况跟那个时候是有点像，就他手上还有一些筹码，他不跟你谈，他不是不跟你谈，他不跟你进行交易，他不交易，他一直做他想做的事情，他一直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他不停的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你看哈，回头等他开始找美国谈了，找美国妥协了，我要跟你谈判了，他手上已经没有筹码了，他已经没有筹码跟美国谈了。我们大家去观察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局势，我们看以这个为标准，你可以看出很多不一般的情景来，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用2个没那么大的事件来观察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的状态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今天的题目是白宫正在把对抗中国提升到最高的级别，我讲的就是这个方向啊。那么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要解释2点。第一点，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有我的规划和想法。第一点就是我不希望我们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新闻平台啊，我们会坚持我们专业的对新闻事件的判断。所以有一些热门话题，我觉得有些不太好的，我是不做的啊。这是我有取舍，这个取舍的原则是什么？保持我们自己节目的格调吧，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有些新闻我会舍弃掉，我不想做呢，这是因为我觉得格调有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会坚持专业的立场和态度，但是有一些方面呢，我们在这方面的坚持是需要大家支持的啊，只有大家支持，我才能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所以大家的支持是我们这个节目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我非常感激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能够走到这一天。所以我会经常的麻烦大家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情况，明天遇到那个情况。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其中啊，参与比如说我们现在开放这个评论啊，我也希望尽量的大家能够去参加这个评论啊，参加这个新闻的讨论，因为这些新闻的讨论其实是新闻的延伸啊，新闻事件的延伸。大家可以通过这些讨论，可以加深对这件事情的了解和理解其他人的看法。在这里我提出一个要求而已，如果我错了，请你指出来，就指出我错在哪里就好了啊，不要延伸。为什么？延伸是五毛的做法，请你把你的行为和五毛区分开啊，因为五毛的做法是什么？抓住你的某一个错误，否定你，这就是五毛的做法，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打击所有的媒体机构的啊。我一定会犯错误啊，这一点都不意外啊。而且我犯过很多的错误，我更正过无数次。为什么？因为这是常态。做新闻的过程就会经常的犯错误，因为你有很多的局限，你新闻来源的问题，你的判断的问题，你看到的问题，你那一刻的想法的问题，会有很多的局限。所以请大家，我犯错误，直接告诉我错在哪里就好了，不要用这个来否定我。而且我觉得你肯定也不是否定，如果否定我，你根本不会到这里来。所以呢，就尽量的用这种方式和五毛区隔开，不要让我做一个错误的判断。我只提这一个要求，好不好 ？OK， 我们就进入互动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的视频，就关于习近平5个不答应这个视频，平台限流啊，我请大家帮我去转发这个视频，让这个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我认为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好吗 ？OK， 我们现在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问题、观点、情绪 ，OK， 好好，明谢 ，Sophie 萌，谢谢984 degree， 谢谢 ，Good evening。Will buy you an Indian Jamming Panda，OK， 谢谢 JP Wang， 谢谢秦真，谢谢白云，谢谢 Jessie 蔡，谢谢贝勒玛，谢谢情绪刚刚看完美国2战电影，美国人为宪法而战，并且尊重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去战斗，深深震撼。对呀，很多我从小就被洗脑，洗什么脑呢？就是中共一直讲美国大兵怕死
美国人死不起人的，其实不是的。美国人你看一战、二战死多少人，越战死多少人，韩战死多少人，美国人不怕死。我觉得美国人最不怕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Emily Lilia， 谢谢，为王先生和美西加油。最近工作忙，很难赶上直播，但录播一直在跟，谢谢。Josie Wu， 谢谢。The Way to Fly， 谢谢。讲座太精彩了，请王老师喝喜力啤酒啊。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就是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目前中美脱钩大势已定，美国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对华快速关闭，中国经济快速衰退，当然执政合法性也在烟消云散。王老师能否点拨一下，数年后中共走投无路，会不会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发动对台对印度的战争来维持其执政地位？多谢。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大概没有人比中共更了解解放军能不能打了啊，所以解放军的战斗力其实是没有这个时间验证的啊，我们只是在79年打过一次对越战争啊，那场战争只打了几天，打了没几天就停下来后撤了啊，所以其实解放军现在的战力到底有多少，没有验证过，这是第一条啊。中国承平日久，战争能力无法验证，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中共也很清楚啊，一个战争对他这个政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他这个政权有可能导致他失去政权，所以我不觉得中共需要用打仗来维持政权，打仗是他失去政权的一个非常非常高风险的行为，这是第一。第二，以中共洗脑工程这么成熟，他根本不需要转移视线，他不让大家看到就啥问题都没有了，这基本上是中共的思维。我不认为中共有一个什么呢？有用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的思维，这个没有这样的。这是我们高中历史里面的洗脑，讲这个一战也好，二战也好，各种战争都是为了资产阶级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采取的一个措施，这是我们教科书里面的洗脑。但是现实当中，我认为中共不会这么傻啊，所以我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我一直不相信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说中共用台海战争的紧张局势来威胁台湾人民，这是一直发生的事情。但是对大陆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我不觉得它对中共是一个解决方案啊。你想一下，打一仗花多少钱？本来中共就借钱投资20-30年下来，债已经到房顶了。中国的债跟美国的债不一样，美国是什么货币？美国是全世界货币，所以你不要拿美国的债跟中国债比，中国的债跟美国债没法比啊。中国债到房顶，后果很严重的啊。红胖，谢谢红胖，谢谢支持王先生，支持香港人。雨萌，谢谢 Harry 张，谢谢哈尔特，谢谢周五夜晚请王先生喝杯台湾18天生啤酒，好的，谢谢 TT， 谢谢王老师。如何看郑永年性骚扰指控？我通常不做下半身的新闻，所以对郑永年的性骚扰我不感兴趣。但是郑永年本身就是一块垃圾，我讲的是他在学术层面，他是一块垃圾。我对他的评价就是这是块垃圾，又遇到麻烦了。但是我对他的性骚扰没评价啊。情况：内蒙阿拉善盟政府办公室苏日纳因为不肯向当局妥协，推行
纯汉语教学，留下工作不要了，希望大家安好的遗言后，9月4日清晨堕楼轻生，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33岁。CCP 在警情通报里污蔑他患有抑郁症，请大家不要相信谣言。但网上有视频，民众用蒙古宗教仪式为他祈祷。此外，苏尼特右旗第3蒙古族小学的2名教师因为被教育局骚扰施压，精神压力过大晕倒，被救护车送医院。请大家为有情有义的蒙古人发声。网友自杀不可取，只会轻痛仇快。在 CCP 眼里不过少了麻烦而已，要坚决活下去，做 CCP 的眼中钉更有意义。死者为大，我们还是为他祈祷，祝他安息吧，就是请他安息吧。因为不管我们怎么认为更有利，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抗争的选择，我们就尊重他们吧，好吗？情况：内蒙国保骚扰因禁止蒙古语教学而殉道的苏日娜的家人要求他们删帖消除影响。另外，境外网上有视频，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学校，不许学生罢课抗议。他们除了暴力没有别的手段就是暴力情况最近因为很关心内蒙的事，和内蒙古的一个大学同学打电话，他说现在内蒙出事了，大家都没有人帮助他们，同情他们，都在骂蒙独，就想起来自己其实也是这样。香港去年抗议的时候，他完全不了解香港，基本只停留在4大天王的印象，后来才知道香港人这么伟大。现在 CCP 在内蒙古抓人，他更能理解香港人的痛苦和为什么抗争，也明白了 CCP 就是这样各个击破。我们的冷漠与麻木、自私自利是 CCP 成功的条件，非常正确。我还是那句话， CCP 的策略是什么？对付那 5%。 那么 95% 的人认为我是幸运的，我不是那 5%， 我走开就好。总有一天你会变成那 5%， 这就是 CCP 成功的地方情绪：看了王老师的节目后，对很多自嗨文基本能一眼识破，但同时也很生气，觉得老百姓当猴耍当然我们也被当猴耍，我们被当猴耍了几十年其实中共只有上面的那几个人，其实他们也是猴他们也是猴，他不能忍受其他人不是猴，所以他就把别人当猴耍情绪：每天看王先生的节目，才知道中国国内外形势如此严峻，但是看看微博一片歌舞升平，不由得毛骨悚然。墙内好像丧尸国度，大家混吃混喝，不知大难临头，或者就是不想知道。很多人是不想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为什么？荷包告诉他有问题了，所有人的荷包都告诉他我们出事了。为什么？工资少了，北上广深工资都少了，不是1个2个，都在少，都在减少，怎么不知道？肯定是知道，他只是不想知道。观点：一个小流氓遇上一个强壮的大汉，打不够打就是嘴硬，挨了一巴掌还嘴，你看我没事，又一巴掌还还嘴，我还是没事。只要大汉不把小流氓打晕，他还会一直嘴硬，非常正确。观点：现在真正感觉中共慢慢走向灭亡，江湖时代还在被洗脑中，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政权的邪恶，后来习上台之后才感觉事情越来越不对，社会不是这么发展的，到处找资料和信息未果，朋友介绍翻墙后才认识这个社会多么的不惑，根源在这个政党，豁然开朗。观点：共产党最怕的不是美国任何国家，他们最怕的就是10亿中国人清醒后的反噬。对所以美国一把中共和中国人民一切割，他就吓得够呛情况：今天推上视频，广西掉下了一军机，
飞行员跳伞，好像是苏35吧，苏35啊。杨洁篪情况，杨洁篪今天到了希腊，中共提前一天恢复了与希腊的通航。虽然希腊现在在欧洲还是重灾区，中共型抗议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二，现在虽然没有正式的发言稿，看来希腊还是想和中共保持密切关系，同其他欧盟成员形成鲜明对比。知道为什么吗？希腊政府财政状况真的是有问题。其实中共一直在找这些破口，就是财政状况不好，需要要钱的人。所以中共其实它是调动了人类社会最坏的东西啊，就想希腊要钱，你要钱是吧？好，我就跟你来吧。希腊没办法啊，那你既然要有机会搞到一点钱，那就跟他来往嘛，大概是这样啊。情况，国内报道，俄媒称中印防长将于4日举行会谈。想请问王先生，中国为什么把自己的事情都喜欢引用俄媒来报道？自己那么多媒体不敢报，非得引用，因为他知道你没人相信他，所以他引用其他的媒体。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参考消息啊！参考消息是人类传播史上的奇葩，就它上面用的全部都是，它都是《纽约时报》的南华早报，这个华尔街日报等等，华盛顿邮报等等这些 CNN 这些，它全是用这些名义做报道。然后呢，整篇文章大概80%都是引用原文，但是20%关键事实它就改掉，把它改掉这个关键事实，然后整个的新闻的角度就变成本来是说黑的，变成了说成白的了，或者原来说是白的，现在变成黑的了，就是这样。这是参考消息绝对是可以作为教科书级别的，就是假新闻的典范。所以川普总统经常骂假新闻 fake news， 其实你打开参考消息你看全是 fake news， 没有一篇 news 啊，就是他们就做这些动作非常熟练啊。情况，德国新的印太政策文件意味着德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一方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一方面通过打造多极化对中国施压。消息来源德国之声，欧洲开始转向。我看了一下那个新闻有2点，就是德国在转向，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德国它制定的是什么？印太战略它不是制定的中国战略，它是制定整个印太战略。整个印太战略跟谁有点像？跟美国有点像，对吗？是的，它的整个印太战略，中国是其中一部分。说明什么？说明德国的对外的，至少在中国的政策上的视野已经完全不一样。当他把中国放在印太战略里面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他的战略利益在哪里。所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就是德国在重新的界定他的印太战略中的战略利益。那如果他重新界定这个利益的话，那他的对华政策一定会发生改变提问，最近美国的政策比较有战略性，而川普怎么看还是一个商人，请问这样的战略是用什么样的机制形成的？好问题好问题。那其实呢，川普后面的人都是他的助理都是他的顾问。这些人呢，不会跟川普讲，我们谈谈印太战略怎么样吧？我们谈谈地缘政治，没有人会跟川普讲这种事，川普也不会听。我相信川普听一个人讲话不会超过10分钟，就是这种。为什么？富二代差不多都是这样，他真的没有耐心听你讲话超过10分钟。你想一下，你可能只有5-6分钟跟他讲话，你会跟他讲我们有个印太战略？不会的，你只会讲，总统，我们是不是卖点
F-35给印度啊，这为什么？印度你看我们卖 F-35给印度，印度呢我们又能挣钱，你看印度需要很多战机，这一口气好几百亿，我们一下子就挣了好几百亿，川普一定很高兴。然后我说你看他有战机的话，印度就不会跟俄罗斯买了，我们跟俄罗斯抢，哒一讲，川普听好啊，行，这事可以办。但是其实呢，提他建议的人出发点根本跟他的出发点跟他和川普总统讲的这个理由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他可能是整个的战略的其中一个关键环节，理解吗？这就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的背后的其实决定这些战略性的东西不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不需要研究这种，就像里根他是个演员，他真的不懂地缘政治，他也不懂外交，他靠什么去懂？靠身后的这些顾问去懂。顾问后面有一票人，你是白宫的顾问是吧？好，所有的人都会找你，告诉你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你看这边有一份报告，你参考一下；这个智库这边有报告，参考一下。最后你梳理一下，我只听这四家的报告我只收，其他人我就不收了。你的选择已经决定了你的战略方向是什么。然后你看完这些东西以后，好，我就制定一个政策，甚至会有人把政策已经制定好了，告诉你这件事情，如果你要这么干，就可以我这个政策，你一看这个不错，把这政策抽出来，包装成一个总统听得懂的故事，告诉他，总统说这事挺好啊，好啊，这个办吧，这就办了。第二天报纸写，川普总统今天推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策，这个政策有巨大的战略价值，非常正确，这是川普总统最好的政策。川普总统一看高兴了，哎呀，你看连续4份报纸都在表扬我啊，高兴坏了，心里就这个顾问厉害，以后他的话我得多听一点。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美国的政策就大概是这么形成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向白宫做工作，影响他们 lobby 就是游说，然后呢，这些政策慢慢的就渗透到这些顾问、这些助理身上。助理是什么？就是部长咯，国防部长咯。你以为是什么？你以为真的是助理啊？其实就是所有的部长都是他的助理，就是这个意思。总统制就这么来，所以美国的政策就大体上是这么。建议大家去看博尔顿那本书，你就大概的知道发生在白宫里面的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每天在看上课，今天讲一下亚太战略、印太战略，明天讲一下这个北大西洋组织的问题。没有，总统没有时间跟你讨论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你们自己慢慢消化，变成一个个小的具体的政策提交给总统，总统觉得行，签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美国总统他最重要的政策在哪里？政策的选择在于人，选什么样的人坐到我的身边，给我提什么样的建议，什么样的人就会提什么样的建议，我把这些人放到我身边，就是我最重要的决策，就是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决定。情况墙内又开始网络大清洗，今天有很多的 QQ 和微信被封， AI 和大数据的识别能力真的是超乎想象的厉害。我印象中是14号又要开始一个网络安全什么鬼行动吧，就又网信办干，这些行动会变成常态化啊。观点，美国政府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就像当年共产国际指导成立 CCP 一样，指导中国公民走向自由民主博爱的社会。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提问，说是中美脱钩，为什么我了解到中美3大车企均在中国进行加大投入，比如福特汽车在中国3年内推出30款新车，俗称330计划。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员工正在停薪留职，在中国福特汽车在大力招人招工程师，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算中美脱钩，中国的汽车市场还是非常可观的体量，这肯定呀。2017年中国已经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汽车市场，我是说的是汽车销售数量啊。那么美国的汽车企业跑到中国去做生意，这是很正常的。他做的是中国生意，他不是在中国做汽车卖到美国去，他是在中国做中国的生意。对川普来说，他没有意见他没有意见。观点：王先生的频道最近高级5毛很多，怎么不见了？观点：也许幕僚看到王先生的视频，今天是美国之音还是自由时报有个新闻，习近平5个不答应，他到底在怕什么？完全是抄王先生的标题。这个很正常啊，这个新闻没有版权，观点也没有版权什么有版权？表达方式有版权观点：每当听到王老师说新闻理想的时候，就很感动。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新闻专业在某报在某报实习，每天看到各报记者前辈就是忙着跑口子拿红包，俗称歹兔。OK， 好，明谢 Yukiko， 谢谢 Yukiko Kajita， 谢谢方健，谢谢东野主人，谢谢 Vivian ZY，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记得去看昨天的视频，习近平5个不答应，好吗？